松，科长，我这边发现了一个人才，你要不要审核下？他擅长捞尸，还懂一些别的东西，具体要不回单位细聊。正好我把人也带过来了。行，我们马上到。科长，这位就是我说的。陈科长你好，我叫方黎，今年42岁。42？不是吧？你看着跟我们差不多大呀。之前有些奇遇，学了点驻颜术。方女士，老宋推荐你的理由是捞尸，能具体说说吗？我从小在河边长大，熟悉各种河流的水情，而且我可以感应到水中的异常气息，能准确找到溺水者的遗体位置。有没有处理过灵异事件的经验？有一件事，我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忘。我们那边有块水域，有一年特别不太平，水鬼抓替身这种事大家都知道，但一天一个，没听说过这么邪乎的。那地方有个邪门的点，尸体不会随水漂，只在一个地方打转。尸体捞上来以后，脚踝上都有一个黑乎乎的巴掌印。但有一次，一个外乡人掉了进去，家属想找人捞尸，没人敢接，最后开了一个天价。你接了？不是我，是附近一个青年同行。那小子水性好，下去没多一会儿就找到了尸体。他浮上来换了口气，又扎下去。再上来的时候，身后拖着那个外乡人的尸体。可就在他们把尸体拉到船边，那只脚还挂在船沿上的时候，水面突然炸开，一只惨白的手从水下猛地伸出来，攥住了尸体的脚踝。那力道大得惊人，船身猛地一歪，差点被拉翻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快帮忙！比刚才重了好几倍。红喜服、大肚子、血红的眼睛，还有獠牙，几乎所有能犯的禁忌全让他一个人占了。那一船人当天晚上回去开始发高烧，整整烧了7、8天，一个个瘦得脱了相，才能勉强下床。从那以后，那片水域彻底成了禁地。村长，不是我们不讲情面，那东西已经不是尸体了，那是僵尸啊！水里怎么会有僵尸？我不知道。可那獠牙我们几个是亲眼看见的，还会动。要钱还是要命，我们还是分得清的。我去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，可能年轻吧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我把它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。本来村里打算扔乱坟岗的，但觉得8成也是个可怜人，就把它埋在我自家地里。过了2、3天，我去地里收菜，大清早的，天还没亮透。我当时什么也没想，转身就回家拿了铁锹。掰不动，他力气大得不像话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对着那尸体说了一句话：这孩子你要是不给我，放在棺材里早晚得死。给我，还有条活路。我刚把那孩子抱回家，喂了几口米糊糊，家门口就来人了。一个道士，头发是白的，脸看着也就20多岁，进门就说要找徒弟。我爸说这儿没他徒弟，他二话不说推开我房间的门，这不就是我徒弟吗？然后那老道士抱着孩子撒腿就跑，我追了他一路，追进深山老林里，他突然凭空消失了。我正懵着呢，虚空里伸出来一只手，把我拽了进去。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座道观，藏在深山里，气派得很。那老道长站在门口，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“我接我徒弟，你追我干嘛？”我当时觉得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怕不是个骗子，就随口说了一句：“那我还是要容颜不老吧。”从那天起，我就再没老过。那些道士让我泡了几天的药澡，黏糊糊的一股中药味儿，然后我就这样了。头发是染的，3高是有的，除了这张脸没变，我跟普通中年妇女也没啥区别。方女士，我问一句，你不在乎那些禁忌，是不是和你带的东西有关？好家伙，拇指大的蜈蚣珠，这么大的蜈蚣珠，宝贝啊，正经宝贝！你们不知道也正常，这东西只有修行了几百年以上的老蜈蚣才能孕育出来。蜈蚣修行本来就难如登天，所以蜈蚣珠有价无市，极其难得。佩戴在身上可以辟邪祟，泡在水里就能解毒，怪不得你敢说没有捞不起来的尸体。方女士，你明早来办入职手续，明天开始正式上班。谢谢科长，我早就想找份稳定的工作了，总算如愿了。陈科长，麻烦您跟我来。小陈啊，快来坐。小陈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困难？
谢谢局长关心，目前工作进展顺利，没有太大困难。今天还吸纳了一位新成员，擅长水域方面的案子。其实你入职以后，我们一直有派人暗中保护你的父母，这事儿之前跟你提过。我知道，这也是我放心住到市里的原因。但我们今天接到消息，你家附近莫名出现了一些鬼物，试图对你家人下手。人没事儿，但这件事只得知道。我知道是谁。你需要什么，局里全力支持。多谢邻居，我先处理一下手头的事儿。